人都从西门跑了，快给我一队人马，把东西和人接回来。老五，咱们不是有言在先，网开一面，是为了瓦解堡内守军斗志，不得追杀难民吗？你他娘装什么慈悲？放个财产不抢不夺，老子们得打的是什么仗？少在五爷我面前耍威风，小命都是爷爷们救的。看在大哥喜欢你的份上，尊你一声嫂夫人。若是妨碍了爷爷，便他娘什么都不是。老五，不可造次啊！你个鬼魅！好，大妹子，请原谅老五造次。不过大妹子，万万不可冲动啊！虽然大当家的有令在先，大妹子阵前可以生杀予夺，但是武帝是大当家的最看得起的人，身份不同寻常啊。大妹呢，最好不要以干戈相见为上策呀。那照二当家的这么说，我拿五当家的开刀还开对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来，快点，快走！我死了，411班那边有秦队长的，诸位妹，父妹，可千万别撇下老姐姐和老爷的尸首啊！哎呀，二姐少操这份心，还有他的宝贝儿子呢，让他守着那个死鬼，等着遮半天吧。哎，把那些东西全拿上，快点，把那些东西拿走！大家都别慌。后少，寨子破了没有？现在还稳着呢。那个短阳寿的，一个大男人跑来女人堆里干嘛？你是想趁火打劫呢，还是想当逃兵啊？你先看清楚我是谁，你再说话。大家都听着，现在秦少武跟周半天正在血战，磐石堡很危险。堡主大宅也很危险，所以咱们女人不能抄着手看热闹，咱们必须去助战。办法我已经有了，就在堡主大宅内，大家跟我来。哎，女人助战，亏你想得出来！你这个小狐狸精，把少爷祸害成全堡最荒唐的人，又祸害死了老爷，现在还让太太们在土匪面前抛头露面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狐狸精关进水牢，让他留着给土匪享用。别过来，谁都别乱动。小贱人，我看你敢拿老娘怎么样？那你要不要试试，看看我到底能拿你怎么样？我这杆枪可不认人，我可不管你是不是什么姨太太。你现在留在这儿，闭上你的臭嘴。其他人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压上了全部兵力，还拼了个势均力敌啊！我担心拼的时间太长了，磐石堡会看出我们人马弱的破绽，集中力量反扑我们。大妹子还有没有别的手段？可惜我们没有留下后援的人手，这都怪我，事先想得不够周到。300黑风洞草寇拼500磐石堡精壮。略见优势，足见大妹子功不可没呢。稍后便知其中奥妙。少爷，你看，5个月
来使。少爷，这每面旗子上都是上清江各个土匪山头的名号。上清江每个土匪山头不掩护我们磐石堡的财富，但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可他们一合伙，人数远远超过我们自卫队。快，好啊！谭师宝跟老子听着，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，你也到了，快投降吧！谭师宝听到没有？投降吧！停！我们的援军，大妹子，这叫撒豆成兵计，是个秘密。若是走漏了风声，便一文不值。诈术。大妹子说的对啊，此仗取胜的关键，就是让我知敌，不让敌知我。昨夜临出发之前，大当家秘密做了安排。黑风洞的弟兄，凡是没有武器的，一人一杆大旗，上面涂上各山头的名号，在关隘远近的山林里秘密潜伏。兵法云：兵不厌诈也，攻其心，夺其志。当年张翼德大战长坂坡，用的就是这个法，迷惑住了曹孟德，挫了曹氏大军的锐气。殊不料，今天这一招我们也派上了用场。你们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？是怕我泄密吗？大妹子诧异啊，大当家的心思是大妹子如果攻击得势，便务须有此一招，给大妹子留个全功，令黑风洞的弟兄们畏。若是攻击受阻，这一定是帮大妹子压垮磐石堡这匹骆驼最后一根稻草。大妹子，大当家的对你真是用心良苦啊！男人能后退吗？能让土匪进来以后欺负你们的女人吗？随便大人，保护我们的女人！随便大人！少爷，少爷，土匪还在搜密，田寨保不住，往后撤吧！滚！让车，你撤！少爷，少爷，赵武，咱们撤吧！赵武，回来，不许撤！百无为兄是书生，我秦少武没有一丝报效磐石堡。少爷，无权拿你陪葬，逃命去吧！秦少武，你混蛋！记着，咱俩是生死兄弟。秦公子，宋先生，放弃钱寨关隘，撤！也不，过了关口，还不如去死！就这么白白的送死，没有人会把你当英雄。不如好好想想办法，怎么更好的活着。双儿姑娘，快想想办法，救磐石堡，救少武。现在钱寨关隘已经军心扩散，已经失利了，撤回寨内再说。秦管家，架子公子，撤！少武，快撤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别动！撤！弟兄们，上！别动！回来！小心有诈！大当家的，这怎么不追啊？大妹子，没发现吧？他们撤的蹊跷。有也这么打仗的吗？你这是犯了大忌，兵败如山倒，现在正是我们消灭他们的好机会，你这是错失良机。弟兄们，都往树上杀敌！喂，你看，他们撤的蹊跷，磐石堡的自卫队也不是不堪一击的，小心有诈，一定有诈。这土豪武装未必会比白狗子军会打仗，红军歼灭白狗子，那就是一鼓作气。这半天我告诉你啊，军法是你定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哎，坐牢，自作自受。
哎，这妹子好冲动，你给我盯住她，跟紧了。大哥，你呢？去。好。我们亲自守着这道门。弟兄们，盘石堡气出境了，恭敬堡主大宅，休要走脱了秦望天老贼，女人他娘的任意享用了。好，弟兄们，活捉秦望天为大当家的血仇。活捉秦望天，活捉秦望天，活捉秦望天，为大当家血仇。走。快！快点，弟兄们！双儿，这办法行吗？咱们可是主动把土匪放进了寨子。放心吧，我早就算计好了。这个街面是依山而建的斜坡，敌敌我高，这个地势利于咱们，不利于他们。再说了，这些土匪都狂妄自大，咱们的仓库里不有的是铜油吗？我看行。石管家，明白，滚走！绕到他们后边，夺回关隘，封了他们的逃路。其他自卫队员全力反击。好，快传，你留下，听双儿的指挥。其他人，跟我走。是，冲！大哥，老五，娘的，中埋伏了！怎么回事？快说！火攻，他们用火攻。还没交手，弟兄们就死伤了大半了，大哥！上当了，他们撤退果然是个圈套。还不如大哥，你宠我也没宠得得意忘年瞎，只会闹的呀！放屁！再说我毙了你！给老子守住！快！弟兄们，老子上！守住关口，掩护弟兄们守望！走啊！上午，这关口夺不下来，土匪可就跑了。能抓到周半天，这仗就没白打。弟兄们，我折周半天。他娘的，老天不亡秦王天啊！上半代更加强势，大妹子先撤。大当家的你先撤，我打不完，我将功补过。仗义啊！让个娘们掩护老爷们撤退，成何体统？这半天日后在江湖上让人耻笑。老二，马凳子，大妹子撤退，快！那怎么行啊？快走！大妹子，快走！快！
大妹子，大妹子，大当家的怕是出不来了。先回黑风洞，平常记忆在。不行，先回黑风洞，平常记忆，快！给我枪！还挺横，给我打！关进水牢！爹，少武已经荡平了匪患，生擒了这半天。您老人家在九禅之下，可以瞑目安息了。弟兄们，这支枪曾被大当家的抬举的代替了山龟，还差点儿毙了老子这个当家的。可现如今呢，他的威风在，这个女人在，可大当家的没了，110条弟兄的性命却没了。仗全是这个女人打的。他娘的一败涂地！弟兄们说，该不该用这支枪和这个女人祭奠大当家的，祭奠阵亡的弟兄们？杀了这女人，这祭奠大当家和阵亡的弟兄。祭奠大当家和阵亡的弟兄，杀这个女人！秦王天，你个老贼！放我出去！少爷，我这半天就是做了厉鬼也不饶你，放我出去！出去！这家伙嚣张得很。秦王天，关在水牢里，听着没有？放老子出去！看看去，打开牢门。我就是做了厉鬼也不饶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。像，别说，长得还真像。小子，看你这小模样，你是秦望天那个老贼的兔崽子吧？披麻戴孝，怎么老匹夫死了吧？这半天，栽在本少爷的手里，还敢这么称？本少爷随时都能打发你到九泉之下。给我爹赔罪，你懂个屁！老子本来是要给你的亲兄弟报仇的，可惜呀，天命不济，我栽在你这个兔崽子手里了。秦长所，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立刻割了你的舌头！这个女人是黑风洞的煞星。各位当家的及洞中列位兄弟，我向某有3个问题要问你。二哥请讲。第一，你们谁敢断言大当家的就已经死了？等会儿，大当家的现在磐石堡必死无疑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现在磐石堡跟已经死了，这应该是2个意思吧？第二，弟兄们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，但凡有点经验的人，是不是都能看得出来，此战败北，绝非大妹子指挥失利。老二，你休要替他搪塞啊！反正咱们是大败了，他就是总指挥。可硬要一个女人承担失败的全部罪责，你不觉得有点牵强吗？还讲不讲江湖道义？第三，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个女人是大当家看中的女人，只要大当家的再试一天，
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处死大当家女人的权利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没人承担战败的责任，让弟兄们寒心。黑风洞散伙吗？好，想散伙的可以走，请。告诉这个兔崽子，你那个亲爹秦望天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这半天又为什么要报这血海深仇？什么？少爷，这家伙死到临头已经疯了，别听他胡言乱语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放开！这半天，你跟本少爷把话说清楚。好啊，秦少武，你知道吗？老子婆娘肚子里那可怜的娃是你亲爹的种，是你兔崽子的亲兄弟。既然没人走，大当家的又不在，我项忠义就以二当家的身份主持山寨。黑风洞当务之急是迅速探清大当家的生死。至于其他的事儿，暂时不议。马副队，小子在。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？是，小的即刻前往磐石堡探明大当家的生死。大妹子，只好暂且委屈你了。谢谢二当家的。阵亡弟兄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。五当家的，大当家的命要是没了，你来拿我的命。这是4年前的一笔旧账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外面读书，堡主大宅的事儿，少爷你并不太清楚。这半天原名叫秦昌所，曾经是我们大宅的护院炮手，人很忠心。秦昌所同大宅内的丫鬟翠萍相好，老爷也认可。可就在新婚前不久，老爷仗着土司拥有出业权的旧制，粗暴地占有了翠萍的初夜。女人出嫁，啊，老爷我享受你的初夜，这是先人立下的规矩嘛。这江风日下，也不是谁把这规矩他给废了。我是土司的后人呐，老爷，我有这个权利呀。你让我怎么面对昌所啊？昌所他是奴才，他能把老爷我怎么样？满清雍正皇帝改土归流，早就废除了土司制度。可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讳，还在堂堂民国行此陋习恶事？那日后，秦昌所和翠萍又怎么样呢？果然不出老爷所料，忠厚老实的秦昌所选择了忍气吞声。没过多久，便娶了翠萍，拜了喜堂。婚后不久，产下一子，白白胖胖的，十分可爱。但从日子上推算，孩子显然不是秦昌所的，可他却依然视新生儿如同己出，倍加呵护。一家3口也就这么恩恩爱爱、其乐融融的。谁料，很快便发生了祸事。别听别人烂嚼舌头根子，只要是你生的，它就是我秦昌所的亲骨肉，是我的命根子。老爷烟瘾过重，犯了痨病。相中了翠萍投胎的女人奶水好，便又重新把翠萍召回大宅当丫鬟。秦昌所认命，只能忍受。可翠萍的奶水滋养了老爷，却饿坏了新生的娃。秦昌所急了，抱着孩子，半夜翻入后宅，想找翠萍讨口奶喝。可没想到，站住！却被徐女儿的拿住了。你这个畜生啊！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夜半偷着跳墙到我后宅，图谋不轨！
老爷我岂能容你呀？我是捉你的，我是捉你的。本来秦长锁挨顿打罚一罚，这事也就了了。可秦长锁担心孩子饿死，情急之中向老爷求饶，告诉老爷，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，希望老爷开恩，能救孩子一命。秦长锁给我打入水牢！没有老爷我的话，永远不让他出来，永远也别让别人知道他的下落。刘业权早就废止了，但头子云独在腹中，这事儿一旦张扬出去，老爷在上清江的威望将会一败涂地。老爷狠下心来，以秦长锁持枪闯入后宅、图谋不轨的罪名，把他打入水牢等死。就这样，娃儿饿死了，翠萍上吊了，恩爱的3口之家就这么家破人亡了。也许是上天悲悯，秦长锁命不该绝，被当作死人抛上乱坟岗。没过多久，上清江便出了一支自号为遮半天的土匪，打出旗号，要向磐石堡复仇。少我！把灵堂撤了，都给我撤了！少我！你这孽障，你发什么飙，翻什么天呐？要是再供着他，我秦少就再也不回磐石堡。陈姐姐，武增家是诚心要害你，黑风要说，我带着你跑出去。马豆子，去把二当家的叫过来。是。少武，你也是太放肆了些，老爷子的灵堂不能砸呀。是啊，老爷就是有千般错万般过，可他也是你亲爹，他是一家之主啊。亲爹怎么了？这些年，他在磐石堡做了多少孽，欠了多少血债？为了宠一个女人，又是怎么对待我娘的？把她供在大宅里，阴魂不散，还会有人兴风作浪吗？孽畜！你不认你这个爹，你娘还要认他这个男人呢。你要走，尽管走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。你要是敢砸他的灵堂，我就到阴曹地府去陪着他。娘，二当家的，你是读书人。向某原名向忠义，野三坡人士，自幼读过几年私塾，粗小些文墨。向某不敢以刘伯温、牛金星一类人杰之自诩，实指望能辅佐大当家的，带着穷苦弟兄们打出一片逍遥天地。二当家的果然是足智多谋。大妹子，大当家的身陷磐石堡，那是九死一生，此乃命数啊。可错不在大妹子，凭大妹子的身手，完全可以利用向伟制造的这次机会，远走高飞。二当家的，我的想法正好和你相反。哦，我很清楚，大当家的落在磐石堡手里，肯定是难逃活命。可是二当家的，你想过没有？大当家要是真的战死了，磐石堡一定早就张扬出来。所以我判断，大当家的一定是被捕了。大妹子言之有理啊，大当家的眼下还活着。可是上午
你要真砸了灵堂，只能伤了娘和各位姨娘的心，并不能真正的弥补老爷生前所犯下的罪孽。我倒是觉得，你应该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，来向全磐石堡的父老乡亲证明你想要弥补的决心。双儿啊，你是我堡主大宅的媳妇儿，你可不能鼓动少武宠溺，再犯下伤害家族的事情。娘，双儿说的对，我要替我爹赎罪。双儿，你说吧，做什么事情才能偿还我爹欠下的罪孽？销毁全磐石堡佃户历代所积欠的地租契约各种账册，让全磐石堡的债务从此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？啊！佃农还佃，天经地义，契约账册如何烧得呀？但这种天经地义是剥削压榨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二姨娘，我知道您的身世，您以前不就是佃户的女儿吗？也是因为抵债才嫁入大宅做的二房。娘，我听杜鹃说过，对那些实在交不起地租的佃农，您就常常背着老爷减免了他们所有的债务。在他们眼里，您就是个大慈大悲的人。双儿啊，你说你短短几天就知道了大宅里所有的事情，你真是个细心的妹子。少武，其实地主土豪和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就是土地地租的剥削。你现在担起了这份家业，还要负责全磐石堡父老乡亲的生活。当然了，作为少堡主，保卫磐石堡固然重要，但是眼下最应该做的是弥补祖上对所有佃户犯下罪孽的一个事情，让全磐石堡的父老乡亲真心的拥戴你，真心的拥戴咱们这个堡主大宅。磐石堡要是杀大当家的，他必定会兴师动众，大造声势，这样呢，也能给我们留出搭救大当家的时间。大妹子的这番情谊，大当家的当领，黑风洞的弟兄们当领。可是大妹子，黑风洞新败，弟兄们闻风鹤唳，心绪散乱。别说大妹子眼下处境微妙，就是我这个二当家的，恐怕也难以再号召弟兄们出山再战呐。这件事情不需要太多人手，反倒要保密。二当家的，你只要记住，一旦麻对付掌握了新的情况，你立刻告诉我。大妹子，果然是大义之人呐。二当家的过奖了，我这妹子只是个不愿意服输的人。再说黑风洞的弟兄们，也不能没了大当家的。我和弟兄们，还有大当家的以命换命，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。乡亲们，我家老爷福天了，少爷和少夫人正在准备丧事呢。让他出来吧，让我们见一见。让少夫人出来。祖老，少夫人是领军神，是白虎化身来救我们磐石堡的。打败了这半天，一定要让少夫人出来。我们要拜少夫人。父老乡亲们，稍安勿躁，我们一定请出少夫人。少爷和少奶奶呢？回族老，少爷和少奶奶在后宅上房陪着老夫人呢。你去通报一下，我们4个族老啊，要见一见少爷和少奶奶。是。大帅，少爷，我在。把佃农欠债的契约、账本都给我翻出来。少爷，我这就去办。少爷，4族老要见少爷跟少奶奶，已经在正堂候着了。大宅外边还围了好多的人，说少奶奶是领军，白虎神下凡，也吵着要见呢。
要见少奶奶。啊，宋岩，哎，跟我去见见族老们。 双儿啊，那个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少武听你的，你赶紧去陪着他，去帮他出出主意去，快！是啊，娘。他这么有主见啊，这么有魅力，为什么不敢跟我去见见乡亲们呢？你呀，一个未婚的姑娘，你让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，换做我呀，我也会不自在。 哎，我听相声说，寨门快被土匪攻破的时候，他就以少夫人的身份号召大家抵抗，那是何等的魄力啊！那不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吗？哎，我发现你还挺理解他呀，你等等，双儿，双儿，你们知道四位族老的来意吗？ 当然是为了保主的事儿来的。虽然兵权暂时还在你手里，但是继承保主是四位族老说了算，对不对？打个比方吧，如果我爹是古罗马的凯撒，那四位族老就是元老院。嘿嘿嘿嘿，这个比喻恰当吗？啊，双儿。 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办法，能让少武站稳脚跟？可是我也不知道我的办法行不行。不管什么办法，说。各位族老，别来无恙。少武啊，你的心丧，你们何以一身光鲜，竟连个校服都不穿在身上？哼，你们四个不是跟秦彪从西门逃走了吗？那个时候，你们谁想过我爹的生死？嗯？ 各位长辈，各位我爹的手足，说你们该说的事情吧，啊！少武啊，今天我等此来啊，是代表了全保父老乡亲的心意。此次少夫人是神威大显，击溃强寇，当是我全保父老心中的领军的化身呐。我可不是什么神仙，只是肉体凡胎而已。少夫人呐。 您是从省城来的贵人，对我上清江民俗之事啊有所不知。领军呐是我8人先祖，成神以后啊，常化作白虎来护佑他的子民。此次少夫人力挽狂澜，救磐石堡于灭顶之灾，当是我全保父老心中的领军白虎的化身。现在啊，我们全保的父老啊，就密集在这大门之外。 无久旱之禾苗，养育甘露，并敦促我等4位族老，请少夫人出去啊，见上一见，接受夜拜。夫人切莫推诿，令我等佛了民意啊！请问各位族老，我以什么身份跟乡亲们见面呢？当然是少武的内人喽。那就请各位族老跟乡亲们做个解释吧。 少夫人，这是何意啊？我只是少武的内人，按家规只配埋头深宅大院，不配抛头露面，更不能接受乡亲们的这份热情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夫人请留步，能否把话往明里说？这很简单。 父以夫尊，少武的身份若配接受乡亲们的敬仰，我便配；少武不配，我便不配。
各位老伯，邵夫人的话分寸得当，正如她所言，邵武唯有以磐石堡少堡主的身份，他们夫妻二人才能够接受全堡民众的敬仰谒拜。各位族老，有劳你们翻翻族谱，看看我爹之后，是不是应该我秦少武继承堡主？暮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泪，还有热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